这台机甲会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座吗？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交时间之际，有网络同好及魔玩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教记。这个火仔动漫的机械施莱德呢，依然是给远在新西兰的观察员 S 购入的。我依然呢，也还是近水楼台，夺取了他的第一次。之前呢，我们已经玩了4款火仔动漫的神龟四兄弟的机甲合金成品了。这一次我们来看看这一台从设计到玩法跟之前的4座完全不一样的反派施莱德是一个什么素质吧。忍者神龟这部动画最早是由广州电视台在1990年引进的，当然里面的角色翻译跟现在的官方翻译肯定也不一样。当时的神龟四兄弟翻译分别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爱因斯坦。当然这个反派的翻译也不是如今的施莱德，而是 Slade。而下面的内容呢，我也就依然延续我小时候看的这个 Slade 的翻译吧。我是不太清楚这台 Slade 的机甲会不会是这个神龟系列的最后一部机体，因为火仔动漫在公众号7月份有一篇4台神龟机甲停产的消息。之后呢，除了这台 Slade 也就再没有公布过像 Splin 的 iPlayer 啊，还有 Long 的机甲的消息再放出了。不过呢，在动漫展中确实也出现了 Long 和 Splin 的老师的机甲的灰模监修图片。作为玩过前4座的胶老，我当然还是寄希望于他们能继续将这个 IP 完成，而我个人呢，对这个系列的机甲素质也是相当肯定的。好了，废话不多说，咱们就正式开玩吧。首先呢，跟以往系列一样，我们还是需要先安装好头部，然后将 Slade 标志性的护臂安装上，基本上大体的感觉就出来了。背后呢，则是需要将这个盖板的装置取下，安装上披风的这个背包 ，Slade 的机体的完全体就完成了。说真的，这次的机甲外观确实很霸气，紫色加上银灰色的配色也确实很帅，橙色的点缀也是刚刚好，看起来并不庞杂混乱。紫色的披风呢是布料材质，中间加入了铁丝，可以在凹造型的时候呢，很好的起到辅助支撑的作用。这次本体方面的设计，相较于之前的神龟四兄弟不同的是手部，神龟四兄弟给出的是可动手，而这次 Slade 则是给出了这么多个糖胶替换手型。这一点我个人比较不理解，因为我觉得五指可动手应该在制作上并没有什么难度，而且之前的可动手表现也相对还不错。更主要的是，我个人觉得这次的替换手型在开模精度上并不高，这种改变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反倒觉得增加了成本。配件方面呢，依然是丰富的一批，并且在配件的可玩性上也做出了新的设计，比如这个很有忍者代表性的封魔手里剑。3个剑刃是以齿轮咬合的形式固定在中间的圆盘上的，在打开一个剑刃的时候，剩余2个剑刃也会旋转的联动展开，这个设计很有意思。手部的2个臂刃呢，也给出了联动的设计，在捏合臂刃的2个装甲的时候，前部的刀刃就会伸出，而上部的刀刃则会向上联动展开。2把弯刀没有什么可动的设计，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个人只是感觉这个造型还是挺好看的。不过我觉得如果刀刃可以做成类似于莱昂纳多那样的金属刀刃，在质感上就会更上一层楼了。锁链镰刀一头是流星锤，一头是镰刀，这个我们在很多忍者或者日本武士的游戏动漫里边也都是比较常见的。最后就是配枪，这把枪有一个展开的联动机构，只需要按住枪身，然后拉动枪托，整个枪就会联动展开。只是我不明白这个弹鼓的向前折叠的设计是为了啥，不太合乎枪械的供弹逻辑。本体方面的可动基本上就属于人形机甲的常规操作了，头部的旋转和低头的幅度呢还是不错的，抬头的幅度由于脖子的一段关节的加持，使得抬头有着不错的角度。胸部的可动设计相对正常，前后的弯腰和左右的旋转都是近些年比较常规的可动设计。而其实胸部最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驾驶舱，这次的驾驶舱设计不再像神龟机甲是在龟壳的后方，而是类似于高达那样在胸前，并且还给出了一个弹簧的机构设计展开，挺有意思的。拨动这个紫色的装甲，驾驶舱门就弹开了，里面的细节做的也不错，只是涂装上没有分色，采用的是统一枪铁色的涂装。胳膊处的可动呢比较常规，我们演示一下即可。
重点呢说说肩甲吧。肩甲的前后下半部分呢都给出了装甲的避让可动，侧面也给出了紫色的装甲的上下可动。但是这么好的造型，为什么这几个刀刃没有给出任何的可动设计呢？这块真是遗憾，我原本以为这块会有更惊艳的可动呢。裙甲的设计有一些亮点，首先前裙甲是给出了2段的可动设计，下半部分可以弯折，而整体裙甲上抬的角度也非常可观，给腿部的上抬让出了很大的空间。只不过前裙甲的可动轴设计比较细，同好们在把玩的时候需要注意用力的方向和力量的把控，不然很容易就悲剧了。侧裙甲的可动就比较常规了，当然侧裙甲主要也是为了搭载弯刀而设计的。后裙甲有一个联动设计，下拉这个装置，后裙甲就可以联动展开了，并且最外侧的2侧的装甲还能用手再往外展开一定的角度。不过这种展开怎么总让我能想到卡莎的后裙甲呢？腿部的正常上抬、侧踢、屈膝都挺好的。大腿装甲在屈膝的时候还会给出联动的效果，内部还给出了银色的细节涂装。小腿后方的喷口是一个弹簧机构，可以在屈膝的时候让位，并且能自动回弹，而下边的这2个盖板也是可以联动展开的，这还挺有意思。脚部的左右接地和脚部的上抬基本能满足大部分的造型需求，但小腿装甲的紧凑式设计总让我感觉会比4个神龟机甲的脚部可能要弱一些，当然也可能是我个人的错觉。最后呢，说说灯组。灯组这次的开关不再是皮测柄了，而是这个突变器，我个人也称之为生化危机罐。当然磁控原理是一样的。眼睛的灯效呢分成2种，一种是绿色，一种就是红色了。个人比较喜欢这个红色的眼睛，跟 Slade 的邪恶身份比较大。好了，最后总结一下，这一台机体呢，我觉得不管是之前是否收集了神龟4兄弟机甲的，都可以单独购入一份，因为造型确实霸气，并且尺寸比例上，我觉得比之前那4个王八也要稍微大一些。作为一个带有知名 IP 加持的2创合金机甲成品，就算是放在那儿战尸，也还算是比较不错的。毕竟那4个王八的机甲，除了造型上有略微差异以外，基本结构都是大差不差。而这台 Slade 基本就算是重新开模设计的了。好了，本期的教技呢，我们就聊到这里。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麻烦点赞、收藏、加关注，一键3连，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那么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教技机体评测，我是评测员 D，我们下期再见。